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莹。我有个病人来诊间看，就是很不好意思说他是要来看放屁很多，因为他是坐办公室的然后他是整天一直在放屁，然后他自己也觉得真的很困扰，也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像这种就是说不出来的困扰，那其实就会变成一种社交障碍耶。中医有办法可以解决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中医看待放屁我们就是身体上的气体嘛，从上面出来就是打嗝那从下面出来就是放屁。但是古人呢，其实形容放屁很文雅哦，像《黄帝内经》里面他是说小肠咳，就是说小肠在咳嗽，那其实就是说放屁，那其实就是气滞的意思啦。那小肠咳嗽就是说小肠有气体排出来那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讲消化系统运作不顺畅的意思。那消化系统运作不顺畅呢，那累积一些不恰当的气体，那从肛门跑出来，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消化不良意思。有时候是全身性的因素，比如说气机失畅那也会导致我们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然后你会影响到你消化道，那这样子呢也会导致容易放屁哦。所以其实我们在治疗上的话，还是全身来看。那我们来看一下导致放屁的原因。那其实放屁最相关的还是跟肠胃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一类呢，就是真的是消化不良型，我们就是说是食积型。那像你吃了很多容易产气的东西或是吃了很多的蛋白质，那积在肠胃道里面不好消化，那这些硫化物呢就会分泌一些很臭的味道。那这主要还是因为细菌去分解这些硫化物导致的。那在治疗上呢，大部分我们还是会用一些消导的药物，像是山楂莱菔子神曲或者是我们直接用保和丸。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像这种容易产气的食物就要少吃像是什么豆类地瓜乳制品这样就可以减少放屁。那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脾虚型的，那本身消化能力不好蠕动不了就会胀，那胀在那边呢就会一直放屁。那像这种呢，我们就是会用一些理气药，像是用四逆散理中汤木香调理一下脾胃，那这样子肠胃就比较不会容易那么胀，那也比较不会有气体产生。那有一种类型呢是湿热型哦，那湿热体质呢就会导致肠胃道里面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呢，它就会去抓那些含硫化物胺类去挑那些东西来分解，那放出来的屁就是臭屁。那也不见得是真的是大鱼大肉可是它就是吃很多甜食，那放出来也是臭的。那这种类型呢有个特点，就是说它大便都黏黏的，那一面大便呢一面放出来的气又是臭臭的，然后觉得整个排泄就很不舒服。那治疗上面呢，当然就是要改善它的湿热体质而且必须去抑菌。像这种就是用清热解毒加上清利湿热的药物，像我就常常用葛根黄连黄芩汤或是甘露消毒丹去处理这样的臭屁。这样治疗几天之后呢，就算有产气，气体不会臭。像我有些病人，像门诊那个案例他早上来看说他屁很臭，然后我就跟他说，给他开了葛根黄连黄芩汤，然后我说你等一下领到药的时候赶快去吃一包，然后呢你要进办公室之前再吃一包。那其实他下次回来跟我说，真的耶，这样吃了2包药之后其实进办公室他放屁就已经不会臭了。其实治疗上真的是蛮快的，重点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会有放臭屁，生活上要去做调整。那其实我们随着不同的屁其实体内的病机也是不太一样的像是有一种是响屁，没有味道的，这种就是胀气型的，那肠胃道里面气体很多，可是没有太多的杂菌，这种我们就理气就好，用木香四逆散。那像我在门诊上，其实有一些就是很急的，然后都自律神经失调的，肚子都很胀的，有时候就会来看这种屁很响。那像这种呢，就是帮他理气，然后我跟他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你平常都是那么紧张，讲话也快，吃饭也快，那自律神经失调，交感神经亢奋，那你副交感不亢奋，你肚子都不会蠕动，不会蠕动就积了一堆气体。我就帮他开了一些理气消导，还有帮他调整自律神经的药，像是什么，我给他甘草桔梗连翘栀子然后帮他把身体这些过度亢奋的这些交感神经反应把它处理掉，让他不要那么紧张。然后呢，给他用一些四逆散这些药，去让他肠胃道蠕动比较正常一点。那吃了几次之后呢，其实他就不会在那边一直放屁了。
那另外一种屁呢，就是我们说黏屁或是臭屁，那个屁呢真的不会响，可是味道真的很臭。那这一种呢是湿热型的屁，那这种要用清利湿热的方式，像什么败酱草啊、蒲公英啊、葛根黄连黄金汤这种。那其实我的临床上真的有蛮多这种族群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很多肿瘤的病人啊，那他们打完化疗之后，有时候化疗就会伤害到肠胃道嘛，然后他就是会有些消化不良的状况啊，我就会跟他们说，你虽然化疗后回去，你觉得身体比较虚弱，你很想要补，但是你不能够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大鱼大肉或是蛋白质含量太多的东西，因为你吃太多，你反而变成身体消化吸收不良，你就会放更多屁。那这种呢，我就会请他们去煮米汤来喝，然后呢，里面熬一些山药啊，熬一些高蛋白质的东西，这样子喝进去就好了。然后再帮他放一点香砂六君子汤啊，帮他健脾理气的药。这一种呢，屁接下来就不会臭了。像我有个病人啊，他是大公司的老板，那平常都在交际应酬，那他都说他觉得身体上体味都是臭臭的，然后重重的，尤其是有时候交际应酬的场次一多，就放了很多臭屁。像这种我都会开葛根黄连黄金汤让他带着。我跟他说，你真的需要喝酒的时候啊，需要吃那些大餐的时候，你把我药带着，那餐前吃1包，餐后再吃1包。那这样子搭配下去呢，其实之后他每次这种交际应酬也都不会放臭屁了。那就说你如果没办法的话，你中药真的是要随时的保养。那另外一种其实也是产气的症状是打嗝。那打嗝呢，中医叫做嗳气，或是叫做耳逆。其实嗳气跟耳逆呢，中医来讲是不一样的症状。那嗳气就是这样子嗝出那种就是有食物味道的气体，它可能不是很大声响，就这样一下，然后那个嘴巴里面就有那种食物的味道。那恶逆就是真的是在打嗝，就像嗝，可是它不一定会有食物的味道。那在《诸病源候论》里面有提到啊，就是谷不消就会胀满，然后就会气逆，所以就会为溢啊，然后吞酸。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是消化道的障碍，然后有些气往上跑。那但是有时候打嗝是平滑肌的痉挛，就是说，你胃如果是可以正常蠕动的话，其实食物可以下去就不会嗝出来。可是你如果胃那边很胀啊，然后平滑肌痉挛了，那就会有这种痉挛现象，就会打嗝，不一定是真的是消化不良的因素。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它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打嗝。那中医治疗原则呢，就是看它是哪一种类型的。那打嗝的病人啊，或是这种嗳气的病人，临床上真的非常的多见。那第一种类型的就是我们要用消食的药物，那真的是消化不良型的啦，就是他打嗝出来其实都是食物的味道。那这种就是他吃饱饭之后，他就会这样嗝一下，然后嗝出来的东西，旁边人就说好臭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胃根本就不能够消化吸收，所以他嗝出来都是食物的味道。像这种我都会用像什么神曲啊、麦芽、谷芽这些具有消化效果的中药来帮他去处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一直在那边嗝个不停，可是他其实没吃东西哦。这种其实就是胃气逆行的。那常常就是我有很多打完化疗后的病人啊，都是一直在那边打嗝。那这一种就是他的化疗药物比较属于是寒性的，那伤到他的胃阳，所以这种胃寒型的，我常常用安中散啊，里面有高良姜，它可以温胃顺气，那会促进胃的蠕动，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打嗝。那其实有一种呢是胃在发炎，它其实也会打嗝。那种打嗝呢，就是真的是比较大声，可是呢不一定会有食物的味道，就是胃的痉挛。那这种我就会用小陷胸汤，那里面有一些黄连啊，去抑制肠胃的发炎。那这种打嗝也会比较容易好一点。那另外一种类型的其实就是它其实只是平滑肌在痉挛。那这种就是要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药。像是柴胡疏肝汤啊，或是我最常用郁金香附陈皮止嗝搭在一起去处理这种容易吓到啊，或是容易紧张就打嗝这一种。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处理自律神经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喜欢吃菜，屁放不停。那有些人其实就会觉得很无辜，就是说我平常就是吃得很健康然后我又不会吃大鱼大肉，我也没在吃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屁放个不停？那其实不是只有吃肉的人才会放屁哦，很多人很喜欢吃像什么地瓜叶啊、高丽菜这种甜甜的菜，
那一方面是高纤，二方面它很甜呢，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蛮多的。那细菌呢，其实也会把它拿来当做发酵的产物，所以也容易产气。可是其实呢，有些人吃地瓜叶它也不会产气呀，有些人吃那就会。那其实还是你消化吸收能力没那么好，比较属于湿热体质为主才会这样子。那如果你那种放屁放不完的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还是调体质，然后暂时先不要吃这种高纤甜的蔬菜。肚子涂薄荷精油可以帮助排气吗？是可以的。有时候临床上啊，像我们一些病人打完化疗肚子很胀的，我们请看护啊，请家属在他的肚子旁边涂一下薄荷精油，或是有些藿香精油啊，白豆蔻、肉豆蔻精油排一排，把它促进肠蠕动，抹在肚皮上面，然后搓一搓。这样子呢，其实可以促进肠蠕动，就比较不会打嗝，肚子比较不会容易胀，然后比较吃得下，其实是可以的哦。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就是讲打嗝跟放屁，这些跟我们肠胃道的健康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有时候跟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关系哦。顾好你的肠胃，然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才不会让你的身体一直排气排个不停哦。感谢您的收看，大家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